XS 系列是富士机身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良好的握持体验、够用的视频参数、翻转屏、5轴防抖等功能的加持，都让它成为了富士产品线中为数不多更加偏向于拍摄视频的相机。那这次 XS20 的视频性能又在上一代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纸面参数在这个价位已经成了行业里的独有的一档，所以值得一看。那我们先从重要的改进上开始，相比上一代的 XS10， 这次 XS20 总算换上了这块富士现在全线通用的 MPW235 高容量电池。那因此在续航方面，它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一般2到3块电池就能够满足1天的轻量拍摄。那如果是上一代的话，这个数量很有可能会上升到4块甚至是5块。那屏幕方面 ，XS20 从104万像素的屏幕升级到了184万像素。那综合观感，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提升非常明显。那其他方面，拨盘现在新增了一个 Vlog 档位，这我们等会会专门来讲一讲。那机身右侧现在多了一个 3.5 毫米的耳机接口，防止你声音过爆，可以进行监听，这些都还是挺不错的。那其实整个机身你说相较于上一代改动大吧？那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大，甚至连传感器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换了一块新的处理器 ，XS20 的拍摄参数现在还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它现在能拍 6K。你觉得 XS20 的画质怎么样？那素材我们已经上传到了官网，也欢迎去下载调一调试一试，这都可以，都是免费的。那如果觉得好的话，也欢迎给我们一个3连，非常感谢。那这次 XS20 使用的是和上一代相同的2610万像素的 CMOS， 最高可以记录 6.2K 30帧或者 4K 60帧。那升格方面，它支持 1080p 240帧，并且它也拥有富士最新的 F-Log2 曲线，配合10比特422的色深还有色度采样，这个后期调色留出了很大的空间。那在录制 4K 60帧的时候，它会在原先的画幅之上再裁切 1.18 倍。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裁切前后画幅的对比，这一点是你需要注意的。那 XS20 所拍摄的所有格式都支持 All Intra 360 Mbps 每秒的码率，这很不错。但是对于机身上单 SD 卡的卡槽来说，这还算是有一些压力，数据量仍然是不小，一张256G 的 SD 卡可以录制1个半小时左右，那你可以做一个参考。所以通常我会建议你录制小一些的文件规格，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你说画质上有多大的区别，真的不见得。那另外我想单独讲一下拍摄 6.2K 时候这个 Open Gate， 也就是片门全开模式。那这个功能在 XH2S 上面就出现了，6240×4160的分辨率，让我们在后期甚至可以无损的裁切出一个 4K 的竖版视频。那这对于很多平台的适配来说都有一些帮助。如果我要投多个不同的平台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拍摄这个模式。那我甚至还很喜欢单纯用开门模式来拍摄视频，就是只用它这样来构图，完全不做别的处理。你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特别有质感，就像是在拍一个动态的照片。富士对于 XS20 真的还是挺良心的，你甚至可以通过它这个小的 HDMI 口外录 6.2K 的 RAW 格式。那这么一番看下来，你看这 XS20 真的还是挺不错的，所有你需要的拍摄参数它能给的都给你了。那它有缺陷吗？当然也有，就是 CMOS 方面因为没有更换，所以 XS20 的果冻控制它真的是不算好，动的一块你会看到这类竖直的物体上有明显的果冻效应。那另外就是它现在没有双原生 ISO， 在 ISO 升到3200以上拍摄 log 的情况下，这你放大一看，这画面暗部的噪点就会多到你没有什么办法接受的状态。那这2点算是目前这台机器拍摄最大的问题，但是还好 XS20 现在有了 F-Log2， 所以在宽容度上它算是扳回了一局。F-Log2 的亮度信息保留的还是挺不错的，这跟 F-Log 比起来，宽容度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明显的区别。它在色彩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提升，使用官方的 LUT 还原之后，这色彩非常的接近，甚至没有区别。那当然调色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它，才能调出一个好的效果。那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拍摄 F-Log2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拍摄 1080p 240帧的时候，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打开尾号，这高帧率加上 f-log 2的1250 ISO 起跳，这双重作用，画面的暗部就会迅速的崩塌。那除此之外，它的升格其实也还是挺好用的，在拍摄高速运动的物体的时候，对焦也非常可靠，没有出现反复搜索物体的情况。就是你没有听错，这一次富士的对焦系统真的被我夸了，而且它真的站起来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 XS20 搭载了富士目前最强的 AI 对焦系统，那对于人像的面部还有眼睛的识别都变得更加精准。那不管是人物戴上口罩还是障碍物遮挡，焦点现在都可以牢牢的跟住。那当然，你说它会比索尼要强吗？那我觉得你可以自己看这个对比来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距离。在过热方面 ，XS20 的背部留出了安装散热风扇的触点。那我们把机身的报警设置为高，在不装风扇的情况下进行了测试。那室温下使用 4K 50帧 All Intra 360 Megabits 每秒的格式录制出来，在第15分钟的时候，机身出现了黄色的高温标志，在第37分钟出现了过热关机的情况，再次开机录制11分钟之后，它又再次关机。所以感觉 XS20 的过热控制，我觉得还算 OK。但是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在室外需要长时间拍摄，并且需要可靠性的朋友，那我觉得加上这块风扇就是一个必要的事。那除此之外，这次富士特地把这个 Vlog 模式放在了右侧的拨盘之上，说明他们非常重视或者非常想赚 Vlog 这个市场的钱。所以说用这个 XS20 拍 Vlog， 它适合吗？在 Vlog 模式之下，你会有个特殊的菜单，你可以在 Vlog 菜单里面修改对焦，还有稳定的模式。那这个背景散景模式在上一代其实就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无论是索尼还是富士都是比较鸡肋的一点，毕竟现在大多数人还是知道了光圈的作用的。那因为这次富士提升了 XS20 的对焦性能，所以也为它带来了这个和索尼 ZV 系列一样的产品优先模式。非常简单，对焦它会自动抓取离机器比较近的物体，而且对焦很快，识别精度也很高，哪怕是很细的东西也都可以识别。那这对于 Vlog 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功能。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方面就是防抖 ，XS20 的提升我觉得非常有限，在 XT5 上面出现的像这样的垃圾现象，你依然是会看到的。这越广的焦段这一点就会越加明显，所以走起来你就容易看到，即便画面看起来中心是稳的，但是边角上的拉扯是绝对肉眼可见的。那当然这也不是富士一家的问题，佳能、尼康、索尼、松下它都有，但是当前看下来，索尼 ZV-E1 的电子陀螺仪防抖还是目前 Vlog 手持的最佳防抖方案之一。那收音也是 Vlog 里面我比较看重的一点，你这里可以听一下我们使用机器自带的麦克风跟安装指向性麦克风之后的收音效果的对比。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XS20 机身自带麦克风的声音，音质还可以。我现在把它切换到外置麦克风。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外置麦克风的声音，音质会好一点，但是相对来说会更加麻烦一点。那我个人觉得机身内置的麦克风效果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最好的音质，远一点的距离，那还是需要装上这么一支枪式的麦克风。在2019年我在做佳能 M62 评测的时候，我就列举过一大堆 Vlog 相机的痛点，什么画质不好、体积太大、续航不够、没有翻转屏、后期麻烦。这你会发现在2023年，它几乎都被这些新出现的相机给解决了，而且超出了我的期待，向着更专业的方向进步了不少。这么小的机身也能拍 6K， 还有 Open Gate， 这真挺难想象的。但它也有可以做得更好的细节，那比如说整个屏幕明明可以完全触控，但是只要一进菜单就没法触控来使用，导致我们还是得接受这个不怎么好用的5轴摇杆。这 XS 系列上面还阉割了快速切换对焦模式的实体按键，这充电口盖子还会挡住翻转屏，这都不怎么好。价格方面，它是8799元，比它的上一代贵了1600块钱左右。你觉得怎么样？这算不算贵？那其实要用它来拍摄的话，你还要考虑一点，那就是镜头。这次一同发布的这支8毫米的镜头，我真的很喜欢，光学素质很高，算上裁切以后，也能有个不错的市场角。但是5490块钱的售价，这比全画幅都要贵了。富士，那可能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富士在开放卡口之后，第三方的镜头现在也开始多了起来。那当然，我还是希望富士能够推出更多原厂的适合视频拍摄的轻便的电动变焦镜头，再便宜一点，谢谢。那不管怎么说 ，XS20 就是今年最佳 Vlog 相机的有力角逐者之一。那虽然我这话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今年的相机真的很多，所以 XS20 你会买吗？那对我来说，富士相机我已经有非常多了，X Pro 3，这个 XT5 什么都有，所以 XS20 我应该会跳过。但是接下来的 GFX 富士这个中画幅系列，我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说这期视频就这样，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我们点赞、V3点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等等，先别走，来看看我们的新衣服吧。